这个小小的威克岛为什么会成为日军的第一波攻击目标？在孤立无援、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威克岛的美军竟然打出超惊人的战损比。3个糊涂的日裔美国人想当内应，却连累10几万同胞一起受苦。前情提要：正当美军高层还在为珍珠港的突袭震惊不已时，日军的攻势已经同时瞄准了太平洋上其他美军基地。威克岛、关岛和菲律宾在同一天都遭到日军空袭，损失惨重。然而，在这个面积超小、只驻守不到500名美军的威克岛，日军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次被打得灰头土脸。威克岛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的战斗力和斗志绝不输日军，大大鼓舞了当时美军的士气。而正当全美国都在关注威克岛时，夏威夷尼豪岛上的一场小叛乱竟然在美国本土引发巨大争议，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战后。威克岛东离珍珠港3700公里，西距关岛2060公里，就算到今天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岛，但在1941年它却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因为这座岛虽然孤悬在中太平洋，却刚好能控制珍珠港到菲律宾的航线，和关岛一样，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军保护夏威夷的前哨站。威克岛总面积只有 6.5 平方公里，其实是由威克岛、威尔克斯岛和皮尔岛3个相连的珊瑚岛组成。从东南向西北看，大致呈 Y 字形。虽然岛上没有任何战略资源，当时甚至没有平民居住，但它靠近日军控制的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可以从这里监视日军动向。1941年初，美军决定强化威克岛防御。到当年11月底，岛上驻扎了449名海军陆战队员、73名通讯兵和海军人员，还有1146名工人进行建设。可惜美军动作还是太慢了。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威克岛上的防御工事还没完成，岛上只有6门127毫米岸防炮和12门76毫米高射炮。幸好企业号航空母舰运来了12架野猫战斗机，才让这座岛有了像样的防空力量。当地时间12月8日，威克岛美军透过电台得知珍珠港被袭的消息，指挥官坎宁安中校立刻下令4架野猫战斗机升空巡逻，但当天云层很厚，更糟的是岛上没有雷达。正当美军手忙脚乱准备应战时，从马绍尔群岛起飞的36架日军96式陆上攻击机借着云层掩护，突然出现在威克岛上空，投下数十枚炸弹，岛上机库和剩下的野猫战机被摧毁。威克岛美军陷入有飞行员却只剩4架战机可用的困境。不过当天日军并没有发动登陆，而是连续2天派飞机轰炸。直到12月10日天黑后，日军3艘巡洋舰、6艘驱逐舰、2艘哨戒艇和2艘载着450名士兵的运输船终于出现在威克岛南部海域。日军误以为经过几轮轰炸，岛上美军的重武器已经被摧毁。指挥官尾冈定道少将下令，隔天凌晨趁夜色强行登陆。11日早上6点，日军舰队分3路逼近威克岛，但守军早已严阵以待。等到日舰离岸只有4000公尺时，2门一组的127毫米岸防炮突然开火。突如其来的炮火让日军措手不及，维港定道急忙下令登陆部队换成小艇抢滩。没想到当天海浪非常大，日军在小艇上站都站不稳。美军岸防炮趁乱，不仅击伤了旗舰西章号轻巡洋舰，还击中了排水量1480吨的疾风号驱逐舰的弹药库。疾风号发生大爆炸，迅速沉没，船上167人全数阵亡。眼看偷鸡不着18米，维港定道只好下令舰队撤退。这时岛上仅存的4架野猫战斗机也挂着 45.4 公斤炸弹出击。照理说这种小炸弹顶多只能对撤退的日舰造成轻伤，但1架野猫战斗机投下的炸弹竟意外引爆了如月号驱逐舰舰尾的深水炸弹库。剧烈爆炸让1772吨的如月号迅速沉没，167名船员全部丧生。在威克岛的第1天战斗中，美军只损失了2架野猫战斗机，就击沉了日军2艘驱逐舰，并让日军损失近500人。东京的山本56得知威克岛之战惨败后大发雷霆，因为同一天另一路日军几乎没遇到抵抗就攻占了关岛。于是他下令继续空袭威克岛，并调动从珍珠港返航的机动舰队支援登陆作战。
之后，日军持续出动96式陆上攻击机和97式水上飞机轰炸威克岛。虽然美军英勇抵抗，但威克岛实在太小，2架野猫战斗机挡不住所有敌机，美军许多设施被炸毁，连厨房和炊事车都被摧毁。守军从上到下只能吃饼干，苦苦等待太平洋舰队支援。12月16日，苍龙号和飞龙号2艘航空母舰离开机动舰队，前往支援威克岛作战。每艘航母各带18架零式战斗机、18架97式鱼雷机和18架99式俯冲轰炸机，而且飞行员刚在珍珠港积累了实战经验。21日，日军舰载机首次空袭威克岛。第二天，33架97式鱼雷轰炸机在6架零战护航下再次来袭，岛上仅有的2架野猫战斗机升空迎战。但和美军前几天的防空作战不同，飞行员第一次感受到野猫和零战在性能上的巨大差距。虽然野猫和零战尺寸差不多，野猫的发动机功率1200马力，零战只有950马力，但野猫空重比零战多了1吨，这让两机在空中的机动性差很多。加上日军战斗机数量占绝对优势，最后2架野猫也被击落。不过野猫还是击落了2架敌机，并且创下一个惊人战果，击落了日军金井飞曹驾驶的97式鱼雷机。而在偷袭珍珠港时，正是这架飞机投下的800公斤穿甲弹击沉了美军亚利桑那号战列舰，造成1177名美军阵亡。金井机组3人原本可以回国受勋，没想到却丧命小小的威克岛。失去野猫战斗机后，威克岛美军只能用高射炮和重机枪进行防空，日军的空袭也更加肆无忌惮。其实从威克岛战役一开始，所有美军都明白，只靠岛上守军自己的力量，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可惜因为珍珠港损失惨重，美军只能从西海岸组织支援，跨越半个太平洋前往威克岛。结果到12月22日，美军支援舰队还在1000里之外，而当天日军又增派了4艘重巡洋舰，登陆部队增加到1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加上从各舰抽调的500名海军士兵，虽然拥有绝对兵力优势，但尾刚定道发现手下没有特别适合登陆的舰艇。于是23日凌晨2点，他又派出2艘吃水较浅的哨戒艇，冒着守军炮火强行靠近威克岛。而美军陆战队员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在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他们用步枪和机枪向逼近的日军哨戒艇射击。当天海况依然很差，眼看又要失败，尾刚定道决定破釜沉舟，下令2艘哨戒艇直接冲上威克岛海滩，让士兵跳下船涉水前进。没想到这个鲁莽的命令竟然奏效，因为这2艘哨戒艇上载着500名日军精锐海军陆战队员，他们一登上威克岛海滩，立刻展现出强大战斗力。天亮后，更多日军顺利登陆。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依然用轻武器和优势兵力的日军血战，连美国工人都拿着工具和日军肉搏。但眼见大势已去，为了避免更多无谓牺牲，坎宁安中校在上午7点下令投降，但零星战斗持续到下午1点半才结束。此时美军和工人只有122人阵亡，而日军却已经阵亡820人，创下太平洋战争初期最悬殊的战损比。虽然美军太平洋舰队最终没能成功支援威克岛，但司令部透过无线电了解了岛上抵抗的全过程。之后美国媒体大幅报道威克岛海军陆战队的英勇事迹，一定程度上提振了美军低迷的士气。好莱坞还拍摄了电影《威克岛》，在1942年8月11日上映。作为胜利方的日军很快展现出一贯的凶残，被俘的美国人中除98人留在岛上施工，其余都被送到本土战俘营做苦工。不过联合舰队司令部后来发现，攻占小小的威克岛对整个太平洋战争几乎没有影响，可以说这场胜利毫无意义。之后近2年的时间里，美日双方几乎忘了威克岛，直到1943年10月5日，美国海军舰载机空袭威克岛。海上的日军指挥官海军少将酒井原繁松为了防止最后98名美国人内应，竟然下令将他们全部处决。悲哀的是，直到2战结束，美军才重返威克岛。愚蠢又残暴的酒井原繁松被处以极刑，无辜的受难者终于得以安息。正当所有美国人都在为威克岛的美军祈祷时，另一则新闻却让夏威夷和本土的美国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在威克岛最西端的尼豪岛上，竟然发现日军飞行员勾结日裔美国人试图夺岛的荒唐事件。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军飞行员西开地重德驾驶的零战被击伤，被迫在尼豪岛迫降。当时岛上没有政府机构，岛上的3个日本移民新谷实松和原田义雄夫妻很快明白西开地重德的来历，却向其他133名土著居民隐瞒真相。不过当天晚上，岛上土著居民透过收音机得知珍珠港遇袭的真相，于是他们拘禁了西开地重德，并派人乘船去附近的考爱岛求援。但这时西开地重德已经成功说服了这3个日裔，骗他们说日军很快就会占领整个夏威夷。作为日本民族的一份子，他们应该采取行动。于是这3个倒霉鬼在西开地重德的煽动下，竟然发动叛乱，试图控制尼豪岛。结果被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土著镇压，原田义雄和西开地重德丧生，其余2人被赶来的美军逮捕。可惜那架零战被西开地重德烧毁了，美军没有获得任何有用情报，否则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可能会不同。虽然尼豪岛的闹剧很快平息，却让所有美国人开始怀疑总数12万的日裔美国人是否忠诚。罗斯福总统很快签署法令，将这些日裔美国人全部关进拘留营。事实上，除了少数糊涂虫，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并不想背叛美国。战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多次道歉和赔偿，但客观来说，这次行动让夏威夷的日本人被一扫而空，导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部再也无法掌握珍珠港美军的动向。之后制定作战计划时，只能猜测美军航母是否在珍珠港，甚至影响了后来中途岛海战的走向。下集预告：就在威克岛战役进行的同时，日军也空袭了菲律宾。令人不解的是，菲律宾的美军本来可以提前出动轰炸机反击，却还是落得和珍珠港一样的下场。空战失利后，菲律宾的美军在麦克阿瑟指挥下，又和日军激战了5个月，直到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日军占领菲律宾后，立刻私下伪装，开始残暴统治，结果连同为黄种人的菲律宾人也不得不反抗到底。请看下集：入侵菲律宾。